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在视频生成里边不可或缺的一个技术啊，叫做回馈模型。那这个回馈模型呢，最早来源于增强性学习，它是一种机制，那就是当我这步做对了，我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馈；那如果我做错了呢，我会给你一个惩罚。那这样可以引导这个模型呢去做那个相对正确的那个操作。那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机制。那通过下面的这些例子呢，大家也能看到，在使用了回馈模型之后，那视频里边这个各个主体的动作呀，整体的表现啊就会好很多。当然，这个模型的话呢，不单单是针对于某一种特定的技术，比方在会员或者是在万里边呢，都是有的。那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在会员里边的表现。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建立一个工作流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工作流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会员的工作流。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回馈模型到底是针对图生视频的还是文生视频的？这个说话不要外行啊，注意，回馈模型都是针对于文生视频的，不是针对图生视频的，这个就需要大家对这个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虽然我不要求大家去一句一句读这个论文，但是里边的机制你应该明白，它技术大的背景和应用的场景你应该知道。那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工作流，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会员的文生视频720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编码器，那这个是我们的 VE， 然后我这儿有一段提示词，这个不用去管了。然后我这儿有两个这个模型的走向啊，第一个模型呢，就是我先串联了一个回馈模型。那针对这个模型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把它下载下来。你要注意啊，所有的这个回馈模型基本上可以基于两种架构，一种叫 HPS， 一种叫 MPS。具体的区别呢，我们待会儿再说。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看这个工作流，你注意我在使用这个 LoRa 加载的时候呢，并不是使用原生的这个 LoRa 的加载器，而是使用了一个扩展，因为在这儿呢，我可以设定是选定这个双块进行加载，而我会忽略掉单块的影响。那当然在这个里边这个模型的表现方式呢，就是 LoRa， 然后再往下边呢，就是直接串了 Tcache， 然后这样过来，没有加那个 LoRa， 那就是后边这个。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呢是没有加回馈模型的，这个是加了回馈模型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在会员上的表现非常的明显啊，不管是在背景的呈现上，场景的丰富程度上，衣着的这种表现上，清晰度上，其实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注意啊，在这儿我的种子是公用的，所以说它们俩呢是在同一个种子下生成的，而并不是说两个不同的种子恰巧那么使用了回馈模型比不使用回馈模型它的表现要好啊，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在这个会员里边的回馈模型，这个我在这个视频里边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如果你要是不清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来讲这个回馈模型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万 2.1 的泛模型啊，然后它发布了一个Reward LoRa， 就是回馈型的 LoRa。 那当然这个模型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来自于阿里巴巴的派。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FileSound Version 的话，你也可以发现它基本上呢也是有两种啊，一种叫 HPS 的，一种叫 MPS 的当然每一个呢都有两种参数，一种是 1.3B 的，一种是 14B 的。那我们下边就来详细说一下这个。大家注意啊，所谓的 HPS 和 MPS 是什么？你可以认为是这个 LoRa 的一个架构。那你可以右击去点开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它在 GitHub 上的这个链接。那首先呢，我们先看 MPS。MPS 呢来源于 Colors， 也就是我们说快手的这个文生图的模型。那么它本身呢是文本到图像生成偏好的一种一种架构设计。那这个是一个多维度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细分是视觉上的，还是美学上的，还是色彩上的啊，就是说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维度。而这个 HPS 呢，它是个单维度的，它只是说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进行评分和排序来达到回馈模型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呢， MPS 的效果会比 HPS 要好。一般对于我来讲啊，我就毫不犹豫的直接下载这个 MPS 的。而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会员的这个同样也是一个 MPS 的，而 HPS 的呢，可能它的表现呢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啊。下边呢我们跑一个大家试一下。
我们再搜一下这个 Reverse LoRa， 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基于 HPS 的，一个是基于 MPS 的。现在我们换成基于 HPS 的，然后我们再来跑一下这个工作流。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 HPS 应用的一个效果。大家会发现这个就很夸张，的确是美和不美的一个完美的体现啊。那么不管怎么讲啊，我们没有办法横向的去比较说MPS 和 HPS 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使用了回馈函数和没有使用这个回馈 LoRa， 它整个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下边呢我们再做一个横向对比。那我们把这个再串一个，我们把它复制一个，然后一个用 MPS， 上面那个是 HPS 啊，底下我们用 MPS， 然后我们再来跑一遍，看一下能不能大致感觉出来这两个模型的不同。这个有的时候很难说从一个角度或者从视觉上感觉出来它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们就尝试一下啊，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万一让他们搂着了是吧？这个就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相比较之下呢，你会发现 MPS 的效果呢会更好一些。那 HPS 的话呢，它维度更加单一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生成的这个人物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某一方面会更好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会更加均衡啊，这是我们在混元上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回过头来呢，还是看这个 WAN 2.1 的这个。那我今天给大家测试呢，重点也是测 MPS， 而且是 1.3B 的。那我们下边呢，还是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这个。你注意啊，可以有两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你可以用 K 神的这个扩展，我们可以点开它这个提交里头，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这样一条，说它现在呢已经将这个 Reverse LoRa 这个功能加进去了。那第二种方法呢，你可以使用 Config， 那同样呢，我们可以打开 Config 的官网，然后呢，你可以点开这个 Commit。大家注意啊，在4月7号，也就是昨天，那它开始支持这个 FAN 的 Reverse LoRa，所以说呢，就是你需要更新到这一版。有很多人老是不确定啊，说我现在到底有没有更新到这一版？那我告诉你一个最靠谱的方法，你可以这样去做。点开你 Config 所在的这个目录，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安装的啊，然后呢我们敲一下 CMD， 然后呢我们可以使用 git， 然后 log。git log 命令呢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提交信息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不可能看这么多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般会加一个杠杠弯烂啊，就是让它显示在一行。然后呢你看几条，比方我看最近的一次，那你可以用-1，那你可以看到啊，这儿呢明显的我现在这个版本是支持的啊，所以说呢你不要老看那个版本号，有的人光看版本号可能不知道。现在呢两条啊，那第一条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提交，第二个是这个，那对应着就是你在这儿看到的这个提交，那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更新到这一版，是吧？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Reverse LoRa 的一个基本的用法。你要注意啊，它是用在 FAN 的 INP 里边，对吧？所以说呢，基本的这个结构呢，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 INP 的模型呢，主要是可以设定首帧和尾帧。那它基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将这个图片进行一个 resize 之后，这个 resize 一般我们可以设置成常见的832×480然后这儿我的这个帧的长度设的是49，然后经过这个节点，这个节点最麻烦的就是这三项。Start image， 那一般是我们最开始的这张图片 ，End image 结束的这张图片，然后 Clip Vision Output， 一般呢我们是用一开始的这张图片进行一个视觉编码所以说会用到一个视觉编码器，然后呢给它连到这儿来，别的都好说了正向条件、反向条件，然后 VE 这个都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呢我这儿同样是用了2个采样器。上下呢也有2个不同的通道，第一个通道是用 FAN 1.3B 的 INP 模型串联上了一个 MPS 的回馈 LoRa， 而下边这个是没有连的，是直接走了一个 Tcache， 然后呢就进行采样了。很多人认为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个区别来了下边我们跑一遍，你看一下你能不能看到它到底有什么差别。还是强调一下，我现在这个 SID 是公用的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好，我们稍等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没有用 MPS 的这个 Reverse LoRa 的，
而这个是用了的。你能看出来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吗？我把它同步一下，你来看，你能看到它有什么不同吗？是不是一模一样？不能说完全一样啊，但是的确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不起效果呢？你要注意啊，你这样去测的话呢，这个场景是不对的啊。它对于这种插针呢本身没有任何的改进啊。那应该怎么去测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注意啊，这个跟刚才一样，但是我在这儿呢并没有用尾针啊，只用了一个手针。它原来这儿是连着的嘛，我现在把它去啊，我现在只有一个手针，不设定尾针。所以说这也需要你去把你的思路打开。我们在讲 INP 的时候老说首尾插针，那有人就认为一定要有手针，一定要有尾针。那它既是首尾插针，它当然可以只有一个，两个都行，一个为什么不行，是吧？那所以说这儿我们只用了一个手针，别的都一样，提示词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你看一下这个提示词，我写的是 A beautiful girl is playing her guitar， 就是说她现在正在玩她的吉他。A cute cat jumping on her shoulder。我不去细致的说这个语法，对不对啊？我只表达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正在玩吉他，然后一个小猫啊就跳到他的肩膀上。你要注意啊，其实呢，我们是说在一个正常的图片插针的同时呢，我加了第三个动作进去。那比方小猫跳到这个肩上啊，就是一个第三个物体的动作，而上面这个是用了这个 reverse Laura 的。下边这个是没用的，那你现在应该就能看到这个区别了，非常明显。你看没用的时候，这个小猫这是啥意思？这个灵异片是吧？这个到最后无法解释啊。但是你看这个就非常的漂亮，所以说这才是 reverse Laura 啊，它使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啊。那我们可以再测一个，大家看一下，还是这个，我们换了一张图啊，别的都一样。这个是用了 reverse Laura。这个是不用的，那你会发现这个还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元素在里边，那这个相对来说就好一些。那下边我们再来测一个，那这个呢其实就稍微有些不一样了，这个我不只用了手针，我还用了尾针，然后呢我在提示词上同样是说一个小猫跳上了这个女孩的肩头，然后你会发现啊，即便是这种情况还是这个更合理一些。但是很明显，就这种情况下，这两个猫呢其实都不太好看。我们在使用首尾插针的这种操作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不要有第三个物体出现，而且呢它不要有任何的动作。那如果它有动作的话，即便是你用了这个 reverse Laura， 你会发现它也是不太好看的。那相比较我们只用一针啊，比方只用手针，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所以说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它的缺点然后呢我们再来测一个什么呀？我们再来测一个这个叫场景转化的。你注意啊，现在呢我让它从这张图转化到这张图 start 和 end，然后在提示词这儿呢做了一下说明。这个说明主要来源于哪儿？你要注意啊，这个女孩是拿着吉他的，而这个女孩是握着话筒的。所以说呢我这儿用了一段中文的提示词，说女孩放下吉他，然后拿起麦克风开始唱歌。那我们看一下谁能把这个表述的更好。这个是有这个 reverse Laura 的，这个是没有的。好，下边呢我们先把它同步一下，大家看一下啊。首先你要注意啊，就这个的动作就非常的夸张，不太好看啊。其实呢这个要好一些，整个的变化呢要相对来说自然一点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 reverse Laura 其实呢它的作用还是有的，但是它更多的应用场景呢还是在这个上边，是吧？那同样有人说呢 MPS 是不是一定比 HPS 好呢？也不是啊，我们只能说大多数的情况下。好，下边呢我们来尝试一下，一个用 MPS， 一个用 HPS。MPS 是不是一定比 HPS 好呢？也不是啊，我们只能说大多数的情况下。好，下边呢我们来尝试一下，一个用 MPS， 一个用 HPS。下边呢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工作流，现在呢上面这个分支走的是MPS 的，这是它生成的这个图像啊，然后下边这个走的是 HPS 的，那这个是它生成的图像。好，下边呢我们跑一下啊，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提示词种子都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 MPS 和 HPS 它在视觉上有什么差异。好，这两个就采样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个人觉得呢还是MPS 的，就是这个要好一些。HPS 的呢
从一致性啊、画面的表现上，我觉得还是要差一点，对吧？当然你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呢，它重点还是针对于人物。由于呢，这个 MPS 呢，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所以说表现要好一些。那如果呢，你要是写一个，比方说，我们随便写一个，我们写 comes her boyfriend，就是男朋友来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跑一下，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人物的表现会更好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这个总体上来看的话呢，这个语义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来了俩。这都是来俩啊，这个是 MPS 的，这个是 HPS 的。那你会发现 HPS 呢，它整体的在人像上的表现呢就要好一些，对吧？你看手这个地方，而这个这儿多了只手，然后这个手也有问题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 MPS 的可能兼顾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啊，比方说它在动物上的表现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 HPS 呢，可能它维度更加单一，在人像上的表现呢会更加的漂亮。但是总体上来讲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 MPS 的。好，还有点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